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一条新闻能够说得清的，它藏在燃爆的烟花里，也藏在夜间火车站的角落，藏在空荡的地铁车厢，也藏在退休老教师失去的养老金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从民生到时代命运的中国现场，看清那些被掩盖的真实，听见那些在苦难中还在呼喊的声音。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我们先来讲一件发生在湖南郴州的抗争事件。11月30号清晨7点46分，湖南郴州北湖区同心路上，一家烟花爆竹零售店突然发生了猛烈爆炸，冲击波把附近的汽车都掀翻了，现场火光冲天，3人受伤送医。这场燃爆背后的故事比想象中要沉重得多。就在爆炸事故发生前后，一份以该店法人代表彭海勇名义发布的实名举报信和一段直播控诉官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举报信控诉郴州市地方官员长期索贿、滥用职权，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视频里，彭海勇坐在车里，拿着手机，表面平静却绝望。他喝下了不该喝的东西。多位当地市民和知情人对媒体透露，彭海勇疑似被公权力逼迫到走投无路，选择引爆烟花产品，以命抗争。据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应急局通报，将事故定性为燃爆，但对事故的原因、店主的情况和3名伤者的详细情况都没有提到。知情人透露，彭海勇是浏阳永新烟花的法人代表，他经营这家店才1年多，平时为人厚道，喜欢请朋友喝酒。一位熟识的朋友说，他去年还送我一挂烟花，人挺好的，真可惜。可谁能想到，背地里他早已被当地官员各种违法贪腐行为和所谓的执法人员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他留下写给郴州市纪委和省纪委的实名举报信，长达几页，逐条写下当地官员的各种贪腐、索贿、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的行为。在信的最后写道：当你们看到我举报的这些问题时，我可能不在人世了，这也是我的遗言，这也是所有经营烟花爆竹行业店主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当地居民回忆，事情发生时，整个街区都在震动，先是砰砰2声巨响，窗户都震碎了。我出门上班时，路都封了，满地玻璃渣。知情者透露，店老板仓库的货贷款100多万，店上面的楼层不让住人，店周围100米内还不能有房子，应该是他的店不能继续开了，被逼的。另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官方不让店老板卖烟花，店主的烟花是贷款几百万买的，被逼到走投无路了，可怜。湖南郴州一直是中国烟花爆竹产业的重要市场，发生燃爆的浏阳永新烟花店在业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近年来，各种一刀切、懒政和贪官腐败，让不少商户苦不堪言。截止到目前，官方仍仅以燃爆事故定性，对原因、伤者的情况以及举报信的内容都没有更多回应。可是，在民间，这个事件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当一个人要用命去举报时，这个社会可能已经蕴含着更多的爆点。湖南的那场燃爆不只是一次悲剧，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在失衡的体制和压力下，普通人已经被逼到墙角。而在另一个层面，更多人选择默默的苦撑。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在经济寒冬里，年轻人是怎么撑下去的。中共统计局最近说，10月份的青年失业率是7月以来最低的。可奇怪的是，官方数据在降，年轻人的生活却在断崖式下滑。到底中国的经济差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听几个年轻人的故事，也许比任何数字都更真实。江苏昆山，一个29岁的年轻人叫冯明，他白天干短工，晚上睡火车站。以前还能睡公园，现在不让睡了，只能去火车站2楼入口，那边地暖一点，还能躺。冯明说，火车站里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找不到工作，没钱租房，只能睡外面。大家都买了被子，冬天冷，扛一扛就过去了。冯明做生意赔了400多万，10几年没回过家。他说，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随便吧。语气平淡，却让人心酸。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底层样本。年轻人不是懒，而是彻底被生活打趴。我们再听听另一位江苏苏州杨先生的故事。他白天做业务员，晚上跑代驾。他说，现在钱太难赚了，从晚上7点跑到11点，4个小时就挣40、50块，做代驾的比喝酒的人都多。想想这句话，代驾比喝酒的多，是经济有多差，大家连应酬的钱都省了。杨先生说，现在代驾行业内卷到离谱，有老师，有医生，有厨师，白天上班，晚上开车。有人觉得代驾丢脸，不重要了，只要能挣钱，能活下去，脸面值几个钱。连做饭、喝酒、吃饭的人都少了，连餐饮业也萎了。我有个朋友炒饭的，都说没生意了，人都去哪儿了？他苦笑着说，努力活着吧，能撑一天是一天。广西的小刚说得更直接，身边的人都害怕失业，大家都在焦虑。他有个朋友，周末不敢休息，公司没要求加班，但没人敢第一个走。这家公司算好的，生意还不错，大家都拼命工作，怕被优化掉，有的人半年没休息。如今的中国职场就是这样，努力不是为了升职，而是怕明天没饭吃。学机械电子的广东小陈刚毕业，找工作企业都要有经验的，可又不给机会，投了无数简历，根本没回应。湖南的小平更焦虑，他在深圳找程序员的工作，找了1个多月，没有公司要人。现在企业都在裁员，哪还有人招？我辞职后都不敢回家，怕爸妈担心，就骗他们说还在上班。他说得很无力。现在我看到工作2个字就想吐。官方说10月份的青年失业率17.3%，可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背后有太多被隐藏的失业者，灵活就业、失联、回家务农的都不算。我们就来看看数据：2022年毕业生1076万，2023年1158万，2024年1179万，2025年1222万，而2026年预计将再创新高，达到1270万。清华法学院的贺贺博士感叹地说，这个人数太大了，我都害怕。在这个时代，有人睡火车站，有人晚上跑代驾，有人拼命加班不敢停，也有人投简历到崩溃，而他们都没有被统计在幸福指数里，但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现状。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那么被称为奇迹之城的地方呢？他们真的还繁华吗？接下来我们看象征着中国速度和繁荣的城市深圳，那里的现实比你想的寒冷。有人说，中国最后的灯火是深圳，但如今这盏灯也在慢慢熄灭。从去年开始，一批批外资、台资企业撤离深圳，工厂搬去了越南、印度、印尼，机器拆走了，生产线空了，
留下的是整片废弃的厂房和数不清的失业工人。曾经车水马龙的工业区，如今一到晚上，只剩下风吹铁门的声音。龙华、宝安、平山，每一个制造业重镇，如今都成了空壳区。在福田 CBD 的地铁上，你会发现，曾经早高峰挤不进去的车厢，如今变得空旷。商场客流锐减，写字楼灯火稀疏，星巴克关了，麦当劳撤了，就连罗湖那条老街也凉了。一位在深圳漂了20年的路人说，这地方以前下班时人挤人，现在一片荒凉，繁华不在了，只剩下淡淡的忧伤。拆迁停在半途，居民被迁走，商铺关门，连拆迁款都没到账，剩下的只是一座座空楼，一条条死街。41岁的张运来是个程序员，他在深圳南山工作6年，但是因为房租太贵，买房无望，3年前搬进了自己的车里。他把后座放平，铺上床垫，夜晚停在公园边，一觉到天亮。他说，停车1晚6块钱，比租房舒服多了。洗澡在健身房，洗衣服回老家，周一上班，周五300公里开回阳江，3年下来省下了10万。他说，在深圳买房不可能，能这样活下去已经算幸福。听起来洒脱，可背后是一座城市的高房价、低希望。10年前，罗湖东门人潮汹涌，街上铺面一度炒到132万元1平米，周大福的黄金店光是买下就花了1.2亿元。但是现在呢，下午1点，这条街人影稀稀落落，店主苦笑，现在租金7万5一个月，以前要20-30万。从人山人海到门可罗雀，这条街的落幕也像极了深圳的命运。在深圳失业1个半月的博主说，我在犹豫要不要提前回家过年。朋友去年失业了1整年，到年底意外拿到了一个 offer， 这让他坚持下来，想着年底反而会有人走，机会就在那时候出现。于是他重新整理简历，继续投递，说也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下一封简历或许就是转机。爆料姐深圳则说的既形象又直接，深圳现在什么行业不哭？卖水果的哭，卖菜的哭，卖肉的哭，卖服装的也哭，做建材的哭，跑外卖的哭，开滴滴的哭，就连我们房产的都快哭晕了。这座曾经的奇迹之城，如今成了高物价、高压力、高失业的代名词。外表依旧闪亮，可里头早已透心凉。还有人已经开始分享深圳免费过夜攻略，到深圳北地铁站坐公交 M207，5分钟后到龙悦居4期，那里有个24小时便民服务区，有空调，有厕所，有充电口，晚上9点到早上9点免费开门。这已经不是旅行者的攻略，而是普通人活下去的指南。深圳曾经是中国经济的象征，奇迹的代名词，但是如今它正在告诉我们另一个真相：制造业撤离，白领躺平，底层流浪，这座城市的心跳也在变得越来越慢。灯火还亮着，但人已经走了，而剩下的人只能轻声问一句：深圳，你还好吗？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信念和代价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叫子素的老教师，他曾经是云南省委党校的经济学讲师，讲课时敢讲真话，谈民主，谈改革，谈宪政。但在中共的体制里，他被当作异类。2017年，子素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写下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里呼吁，中国应该推行民主改革，让人民能够公开直选总书记。这句话震动了整个网络，因为他点名批了习近平。结果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那一年他67岁。在监狱里，
他的听力开始衰退，一只耳朵几乎失聪，他患上了耳道湿疹，牙齿松动，身体每况愈下。但最让他痛苦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的囚禁。他曾经对友人说：“我没有犯罪，我只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2021年4月，他刑满出狱。那天的昆明天气晴朗，可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等待他的并不是自由。子素的老家在成都，出狱后，他本以为能够回老家安享余生，但当地国保说不行，不许留在成都，要回昆明。他被强行押回昆明，接受管控和监视。而最残酷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养老金被停发了。他去找党校，党校说找社保局，社保局说这是党的决定，推来推去，没有人愿意负责。他为此打了2次官司，结果全败诉。如今的子素已经70岁，听力不好，牙齿松动，最近还得了红眼病。他连洗牙、装牙套的钱都拿不出。朋友说他没有收入，生活非常困难，政府还对他严密监控，不让他随便外出。就这样，一位曾经在讲堂上讲经济的教师，如今靠朋友接济过日子。2020年，子素获得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那是对他勇气的肯定。但在中国，这样的荣誉不会带来荣耀，只会带来更多的监视和孤立。子素说过一句话：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有勇气说出真话。如今，他的声音几乎被遗忘，可他仍然坚信，自由不是罪。从党校讲坛到监狱铁窗，从教师到囚徒，再到被遗弃的老人，子素这一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体制的冷酷，也照出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他的养老金被停发，他的信仰被践踏，但他那句话仍值得我们记住：哪怕被判刑、被遗弃，我也要对这个国家说真话。湖南烟花的燃爆是抗争，睡卧火车站的青年是无奈，深圳空楼的冷风是绝望，而子素老人的真话是信念。他们没有统计在 GDP 里，却构成了这个国家最真实的呼吸。当一个社会真实的声音被压制，我们更要记得那些被晋升的故事，因为一个允许说真话的国家才有未来。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